荼蘼，韩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背着我爹出来玩，结果没看清路。你呢？我抓贼，你们先去找。是。脚没事吧？手给我。还怕我呢？这荒郊野岭的，豺狼虎豹不比我还可怕呀！来，能走路吗？可以。哎，春队长，荼蘼是怕你担心，所以吓得不敢告谕你。如今他已经受了惊吓，所以还是不要过度苛责的好。你得装得再可怜一点才行。康大人真能劝服我爹，我不会今儿晚上就被打包送回去了吧？小正3寸不烂之舌，你爹小菜一碟的。我爹才不是小菜呢！啊，是，你放心吧。哎，你以后再使坏的时候，能不能想着点后路啊？我没经验。那你等我以后教你2招。春队长，还是先带荼蘼回去吧。多谢康大人，韩大人。好好歇息啊。好。小心。你的事处理得如何了？人都跑了。这帮人在汴州的时候行事那么谨慎，怎么如今反而……只要鱼饵够诱惑，咱们的鱼就能上钩。一旦他们将消息传开了，随时准备去幽州收线逮鱼。既然已经打草惊蛇，我想着，倒不如先把密旨的事放一放。此时再探，韩魏恐有准备。咱们纵能得到密旨，上面的内容，恐怕也真假难知了。少主。哦，我刚刚碰到春荼蘼了。春小姐，她自己一个人深更半夜钻到这树林里，走路也不看路。她可真是个怪人，哪有女孩子家半夜钻树林的？我倒不觉得她奇怪，一个人从小就没有被约束，长大了就会养成像她这样自由的心性。少主，春荼蘼跟韩无畏走得近，阁老先前叮嘱过，待她要留点心。我自有分寸。太好了，终于有事情做了。小姐，你应该好好歇歇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爹，找康大人。嗯，去吧。康大人。进来。康大人，卷宗都在这里了，开始吧。好。
这么快就看完了？嗯，有何不妥？有一个案子，我觉得其中有很多疑点。说来听听。就是这个周氏案，这里面被判刑的是一个20岁的寡妇周娘子，她和她的婆母吴氏住在一起，相依为命。有一日，她婆母突然上吊自缢了，然后她就去自首了，说是因为前一日晚上跟婆母发生了争吵，导致她婆母自缢的。不孝乃是大罪，衙门很快就结案了，判了斩刑。但我觉得这应该重审。既然有人自首，又有强有力的犯人口供，那为何要重审？这卷宗上写的是周氏和婆母前日夜里发生了争吵，可邻居的证词又说什么都没听到。翌日清晨，周氏发现婆母已经死了，就自首了。衙门请仵作验尸，说她婆母死了超过2个时辰了，那就是在深夜。这夜深人静，怎么会无人听到争吵呢？再说这卷宗上写的清楚，吴氏自缢的时候踢倒了椅子，还掉了只鞋子，这样的声响，周氏不会听不到吧？也许他听到了，却是因为与婆母争吵不久，所以他误以为是摔碎了什么东西，才不曾起身去看。既然都自首了，为什么不把听到的都说清楚啊？除了这一点，我还发现了另外3个疑点。你说。第一，他们家住的是2个寡妇，所以周氏从不出门，出门采买这种事情都是婆母来打理，周氏就负责做一些针线和浆洗，赚些钱补贴家用。2个人有商有量，关系很和睦。那既然和睦，怎么会争吵呢？又吵到能导致他婆母自缢。第二，吴氏生性乐观，那自然就排除了是因为性格偏执做出的过激行为。第三，周氏认罪太快了，一口咬定所有错都是他自己的，就让人觉得是很急切的想要掩饰什么。总之，这案子疑点重重，应该一一查证啊。康大人，律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这律法不就是应该维护公正的吗？不应该草草结案的。既然这样，这个案子就由你来负责重审。若查案时需要人手，大理寺的兵士尽管差遣。是，康大人。怎么疯了呀？过儿，要不你去那边问问。好。消息已经传开了，我估计那些人2日之内就会到，我已经备好人马了。你可别冒进，任何任务都没有你的安全重要。你就别瞎操心了啊！哎，荼蘼呢？他不是一直在你身边转悠吗？他去查案了。啊。